见，便交由你二人了。大家长，沐雨，我始终觉得，自从我登上大家长之后，虽然我拥有了暗河无上的权力和荣光，但我更像被三家所抛弃的孤魂野鬼。直到前几日，看到阿珂为我去赴死，看到你解除了毒术，却依然护我周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并不孤独。沐雨，谢谢你这些年伴我左右。当年若没有大家长，我们兄弟二人走不出鬼窟院。当年我也只是想利用你们二人的力量罢了。大家长的目的和我们的结局，还有最后的选择，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学艺于安和，学做人于我父亲。父亲教我的，便是情义第一。情义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暗河，可是后来却发现，我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你，苏沐雨，你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。走吧，走吧。待你们走后，我会燃起一把大火，将我和这整间猪巢都一起焚为灰烬。你们不必多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愿大家长可登极乐。我以为你会劝我再去找神医治一治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意义。必将跌落地狱，那便希望我们不会再见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煞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寨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八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，
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，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暗河。好。倒是像鬼窥案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当年，血月城3城主司空长风一枪便破去了百里孤虚大阵，想来是有无上神威啊！我一刀挥下，却只能见面前3尺清净。这一仗打得真是艰难啊！木子哲还是跑了，剩下的穆家子弟和谢家子弟都已经投降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3家已成过往，新的暗河即将走向彼岸。去和苏长河他们会合吧。哎，老了，算计人心这种事，苏长河这个小子还真是算无一策啊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姓过穆，也姓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暗河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
沈一，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不必啦，我不饿。忙了一日，怎会不饿？我今日啊，特地问了隔壁宅子的王姐，原来我昨日那道菜啊少了一味调料，改善下便好了。苏沐雨，你每日上街走走路，买东西，还要帮我挑药材、煎药，已经很辛苦了，不需要再多余做饭了。沈一每日看诊才是辛苦，这些琐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啊。苏沐雨，为什么你的剑法练得这么好？因为但是面却可以做得这么难吃，我不吃了。也罢，毕竟是你的心血嘛。我明日出门买桂花糕补偿沈一，然后再问下王姐。苏沐雨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好，何事？答应我，放过王姐，也放过我。多试几次，总能成功的。练剑也是如此。这碗面，沈一还是先别吃了，等明日。为什么江湖之上人人练剑，但剑仙就那么几个？这世上有那么多大夫，为什么偏偏我是神医？因为天赋不同。苏沐雨，有的事情不能强求。我初练剑之时，也有几分笨拙。说不通了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是陈家大娘送来的鸡，她知道我在跟王姐学厨艺，特意送来练手的。既然天命所归，那便由我来露一手吧。我跟我师傅学的药膳鸡窝，如何？好香啊！吃起来啊更香。尝尝。好。没想到沈一这么会做饭，这段时间是我献丑了。不会做饭，不会做饭，我呢就只会做这一道菜，是小时候啊师傅教给我的。只是后来每次一做，我都会想起他，但每次一想到他，我就会很难过，所以后来就不做了。哎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我的手艺啊还是如此精湛。抱歉啊，沈爷。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都这么大了，难道还看不开这点小事儿？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就算是神医，也没有办法。方才我做饭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不难过了。再次想起他，心里是温暖。对不住啊，我这朋友虽身剧毒，
但性格温和，一向对人避而远之，怕无意之中害到别人。他方才对你出手，应当也是迫于家族的命令。苏沐雨，我现在真的好好奇，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真之人？他刚才是真的想杀我，我能感觉得到。至于是什么原因嘛，那我就不知道喽。好吧。若是此事过后，我和他都还能活着，且不再是敌人，我可以救他。条件嘛，很简单，钱管够。愧是安和的愧，领悟能力就是强。那奎大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出去？方才与神医交谈时，我想了想，机关应当就在这两处。神医，我们走。哎，这看着怪吓人的，不会有什么机关吧？不会，此乃逃生之路，不会再有什么机关险阻了。哲叔，该干活了。晦气！老爷子息怒，怕什么呀？我是看不惯这只乌鸦，骂了一句罢了。苏家儿郎，不要如此胆小。是。家主，有消息吗？谢家和穆家联合起来闯了朱朝，目前看来还并没有夺得绵龙剑，但朱朝的防御确实被他们给破了。这俩老狐狸居然会联手。苏昌河呢？让他立刻动手的传令飞刀给到了吗？被打回来了。打回来了。老爷子，苏昌河那小子就是不想跟苏沐雨动手。要不说，您把领兵权交给我，我现在就带人杀进去，帮您把绵龙剑抢到手。能对付苏沐雨的只有苏昌河，而只有当我们苏家夺得绵龙剑，且同时拥有苏沐雨与苏昌河两个人时，这谢家和穆家才掀不起太大的风浪。你的意思是？家主，苏昌河与哲叔已经离开落脚霄客栈了。又到跃升之时了。大家长身上的毒，神医方才可治好了。啊，算是暂时压制住了吧。我对大家长用过移魂大法之后，雪落一枝梅的解毒方式，便又有了几分眉目。多谢神医了。奎大人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那日我离开药府的时候，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手拿法杖的人，那个人是你们苏家的？那是哲叔。哦，他就是上一任的奎了吧？看来神医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
你不问问我，为什么这么想知道原因？这是神医的秘密，我不会多问。你不是说你们暗河的魁都会守护大家长至死方休的吗？那为什么他可以退下来？没有人知道，这是哲叔和大家长之间的秘密。我知道，我在大家长的记忆里看到了，哲叔为了保护大家长，受了很重的伤，所以大家长就给了他允诺，只要他们都能够活下来，就准许他卸去魁的身份，还给他自由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还是没有走。朱朝之中有一条密道，那条密道很长，直接通往城外的三里亭。哲叔，不如我们就兵分两路，你直接去三里亭候着，杀了那个小神医，我去朱朝夺取梅龙剑。哎，苏家里面有那么多高手，啷子总是我们两个跑腿？你是这次苏家的指挥，你倒是多喊的硬啊！我以前是无名者嘛，韩主家的那些兄弟们出工出力，他们都不爱搭理我。我和你出生入死这么多次，信得过你吗？你这个乱子，我晓得你在筹谋点什么可怕的东西，我不管你，我也不拦你，我只是个没得感情的杀手，我只做硬物，不讲别的。哲叔，苏家之中我最欣赏的就是你了。哼，你可别死了，加油！哎，印这个肩膀上有3把火，不能乱泼，要是泼灭了，印就真的死了。托贝阿罗，真是难缠。穆家的人呢？穆千阳和穆雪薇一度突破防线，但还是被拦下了。大家长被带走了，其余的人被朱影12校打退了，不知所踪。先回驻地，寻师傅禀报此事。是。苏昌河，病死鬼谢繁花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看来你们这是进攻朱朝失败，败退了。你来此是要拦我的去路？非也，我就是想去朱朝看一眼，再次遇到你，纯属偶然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送葬师把路让开。你都叫我送葬师了，虽说我不是刻意来找你的，但既然见到，总得有所表示吧。你也算是谢家的一代翘楚了，不如我来给你送送葬。那你便来试试。从一开始就在这傻站着，你上啊！繁花师兄，方才我一直都在观察苏昌河那寸指尖的破绽，如今终于找到了眉头，还请师兄为我来开路。好。他是谢霸最钟爱的徒弟，杀了他，等于向谢家宣战。就说是我杀的，宣战怕什么？谢霸要宣战的是整个苏家，
我不怕他宣战，只怕他胆子太小。我走了。等等。戏还是要演足的。跨过安河，便会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。有人来了，速走。唉，可惜了。谢家这代中有意思的人不多，你勉强算一个。若你不是这般病死鬼的样子，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和你打一场。哈哈哈哈，真是让人没有想到啊！暗河的送葬师也这么的多愁善感。是你，穆家家主穆子哲。你杀了谢繁花，谢爸不会放过你的。在此之后，暗河之中谁又能放过谁呢？或许以后所谓的3家也就只剩下1家。剑已出鞘，何必藏其锋芒？你是穆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家主，难道你不想成为暗河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家长吗？你这个人啊，还真的是挺有意思。我是来杀你的。哼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想杀了你。其实，你们口中的哲叔，他是我的父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打探他下落的原因。我的母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，只和我说他是暗河的魁。这不可能。我不是说笑，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暗河中人从不与外人通婚，之前也有人打破这规矩，和暗河之外的人成婚生子，但结果却是，其人连同他的一家妻儿老小，皆被抹去了。哲叔是曾经的魁，如今在苏家的地位一时不低，不可能在外有女儿的。哈哈，我方才是与你开玩笑的嘛，你还这么一板一眼的认真回答我？你们暗河的魁不是接任大家长的候选吗？那大家长为什么不直接传位给你？这样不就破局了吗？我并非暗河3家本族中人，我是无名者出身。暗河之中，从未有无名者接任过大家长的规矩。所谓无名者，都是孤儿出身，经过试炼后才得此姓，名义上加入了3家，事实上却仍不被视为真正的族人。当年也是因为情况特殊，大家长才让我继任为魁的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想把位置让出去，大家长，大家长却没有允许。方才我就想说了，既然受了伤，你在我一个神医面前装什么？抱歉，方才那一战耗费了不少气力，实在是因为担心大家长那边，勉强撑着。那现在呢？撑不住了。我来帮你瞧一瞧吧。墨玉，我已经老了，虽然身上的毒已经除去，但却也没有几年可活。这柄绵龙剑，你觉得应该交给谁呢？
无花无酒清明雨，剑刀剑剑断魂路。真是一个适合苏沐雨的好天气。可想过取个什么名字吗？我想叫苏沐雨。为什么？那日我全家被杀，我被父亲护住，放在一块浮木之上，顺流飘到了这里。那是一个傍晚，下着不大不小的雨。不错的名字。你呢？你想叫什么？双日为昌，意为兴盛明亮，所以我就苏昌河。有路可条，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暮云潇潇，伞下潭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渡一人过风暴，霜雪难一角，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宵。也知不远处有借我的春宵。家主，苏沐雨已经过了清河街，还有半炷香的时间，便要到这里了。一个人来的？是。看来是发现了我们的住处，特地来找我们的。一个人来，他是想和我们谈判。他会和我们谈判吗？长河，他谈什么判？平时让他多说几句话都难，还指望他能口若悬河的谈判？谈判可以不动嘴，尤其我们苏家人，动剑就好。等你许久了，苏沐雨。我找老爷子。止步！苏沐雨，让我来试试你的剑。苏泽对苏沐雨啊，雕虫小技，还是用出你的18剑阵吧。你想看我的剑？我要看看，谁才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剑客。为何苏家最强的剑客在他们之间？这是苏泽自封的吗？你用的是匕首，若你也用剑，我倒是很期待你拔剑的时候，那一刻，让我看到你的剑光。下个注吧，猜猜苏泽几招之内会输？阿泽还是太年轻了，估计5招之内。